各位朋友，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对重庆特大山崩做出了重要的批示。重庆呢，这次的山崩呢，真的是天灾吧？据说崩塌的那个石头最大的犹如一整栋楼那么大。现在呢，仍有多名群众失联。这具体的数量呢，现在看起来倒不是太多有30多名群众现在正在失联。可是呢，这也不包括当时山崩的时候在路上行走的行人和汽车吧。我怕最终的这个数字仍有很大的这种上升的空间吧。习近平呢，在灾害发生后，对这个当地的灾害的高度重视，做出了重要的指示。重庆的彭水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的灾害，妥善做好伤员的救治，善后处理的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的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的职责，加强监测的预警和巡查排险，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总理李强也做出了重要的指示指示当地呢要全力的救灾。你看看当时的这个没有山体崩塌之前的这个画面，这个区域内的所有的建筑都被夷为了平地。幸运的是，当地街道上的一位网格员其实当地你看这个群众的这种基层的组织和预警能力还是非常强的。这个网格员已经提前通知了有这个大概60-70名群众，喊他们撤离了。这是应该来讲是挽救了相当大的一部分损失，这是一位英雄。截止到昨天的18点30分，被送医救治的10人均在彭水县人民医院接受治疗。总台记者探访医院时，亲历者讲述了事发经过。在彭水县人民医院，其中一名伤员是汉家街道沙坨社区的网格员彭迪。事发当天，他与同事在巡查时发现山体碎石掉落，立即组织群众紧急转移。巡查的时候就发现有那个碎石从那个坡上嘛往下落，就觉得很危险，因为是砸在那个俗称的那种钢棚上，就打得有那种咚咚的声音。好，我们就觉得先把居民全部疏散出来再说。好，然后我们就挨着每栋的喊那些居民全部下楼以后，引导他们往那种安全区域去。然后我们引导了一波过去，发现后面还有人，我们又返回去又去叫另外一拨人。他们走的时候，我们走在最后面，那个房子一下就垮下来了。另一名伤员冉世芳回忆，正是彭迪的呼喊让他及时跑下了楼，只受了轻伤。他们不是就在那里说嘛，让我们往两边跑嘛，然后我就往这边没垮这边走嘛，走了一定的距离没有多远，后面就垮了嘛。收治的10名伤员中，包含2名危重症和2名重症患者。目前，彭水县已成立医疗救援指挥部，国家和重庆市2级卫生健康委员会派出的多名医疗专家也正在参与伤员救治工作。我们网格员在巡逻的时候发现，那后头山体上有那个碎石滑不落下来，然后我们就立即疏散那些群众下来到安全区域。每一栋房子我们都挨着喊起走，就有些就跑出来的，我也没跑得赢，也在那疯在那。因网格化的巡查，网格员发现之后，第一时间召集了另外3个网格员一起来转移。我们网格员呢也很这个按照这个要求，这个第一是敲门做这个发群怎样来转移，一副的做工作。周边的隐患，我们先安排专人，包括我们的鬼子都去进行了排查。我们街道也派人进行了驻守，24小时驻守，请大家放心。我们街道统一在负责。我也没跑得赢，也在那疯在那头。7月17日，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突发山体
崩塌，致下方多栋居民楼垮塌。据悉，社区网格员发现有零星落实后紧急预警，属地迅速组织60余名群众全部安全转移。转移过程中发生山体滑坡，部分人员被埋。社区干部彭迪就是其中一员，现已获救。我们网格员在巡逻的时候发现，那后头山体上有那个碎石滑不落下来。然后我们就立即疏散那些群众下来到安全区域，每一栋房子我们都挨着喊起走，就有些就跑出来了，我也没跑得赢，也在轰到了头。7月17日9时许，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乌江三桥附近发生山体垮塌，造成房屋倒塌，有人员被困。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质灾害2级应急响应，有关负责人率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我们救援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组织人员携带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等对全表进行搜救。第二，利用挖掘机以及下一步准备从船上架设浮桥挖机3点进行同时开挖作业，主要是进行深层次搜救。第三，当搜救结束后，我们将对巨石进行定点松散爆破，从而对整个救援现场实施全方位、无死角的全面搜索。现在主要救援难度就是大面积塌方之后，有些垮塌的巨石体量比较大，我们现有的破拆工具作业起来难度比较大，后期可能要在指挥部的统一领导下，对这个塌方的构件进行破拆和移除，来全力搜寻有可能被埋压的群众。我们这个阶段呢，以有序组织，我们转移出来的人员坐在了我们县城的酒店进行了安置，救治出来的有10个同志，也送到了我们县人民医院，进行了全程救护。所有的这个点位上，我们都安排了我们的县管领导干部进行了安抚，做了群众的工作。后续呢，我们会继续保障这个群众的生产生活。从昨天夜里开始到现在，彭水下了一整晚暴雨。上午6点，彭水县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降水仍将持续。从昨晚8点到今天中午12点，本次降水过程最大累计雨量可达120到200毫米，这也给救援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难度。跟随我们的镜头可以看到，现场的救援工作仍在紧张进行当中。我是人民日报记者王新月，现在是晚上9点，目前救援仍在继续。我在现场看到国家电网通过我身后的无人机照明来保证救援工作的持续开展。一夜几乎都是在下雨，而且还伴随着打雷和闪电，雨势一直持续到了今天早上7点开始呢，虽然有所减弱，但是目前还在持续。那我们的镜头可以给过去。17号下午5到6点的时候呢，在这个最大的这一块石头的上方有发生2次的坍塌。那昨天晚上他们也持续对山体进行这个周围环境的气象监测，以及包括在山体的上方加装了边坡雷达，去保障后续的安全工作。那今天的工作重点呢，仍然是采用2头并进的方式，从路的这一面，还有我们能看到基石后方的另一侧道路同时进行救援，加上水上协作的方式继续搜寻失联人员。但我们也会持续关注现场的最新救援情况。记者现在所处的位置是重庆市彭水县，就在17号上午9点，这里发生了山体崩塌。现在已经是18号的凌晨12点半，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的救援工作依然在紧张且有序的展开。根据彭水县气象局的信息显示，在17日晚上的10点半，已经将暴雨预警升级为了橙色，也就是说，在今天晚上救援持续开展的过程当中，他们将迎来最强的降雨时段。根据记者在新闻发布会上得到的最新消息，今天的搜救工作共搜救出18人，其中8人遇难，仍有34人失联，救援工作仍在紧张的进行。在之前与当地志愿者协会沟通的过程当中，我们知道今天晚上消防官兵和志愿者都将进行轮班工作，我们也期待在明天早上能够听到好消息。
向不幸遇难的人员表示沉痛的哀悼。截至目前，已身毁之被捕人员18人，8人经全力抢救无效，不幸无恙。现场救援工作仍在争分夺秒持续进行。看着完好无损的山崖，毫无征兆就轰然坍塌。如果你家旁边也是山崖，今天这条视频一定要认真看，你看懂就能救一家人。实话告诉大家，山体滑坡从来都不是突然发生的，所有的坍塌事故都是长年累月的隐患不断堆积，最后集中爆发的结果。重庆彭水属于典型的喀斯特地貌，临江山体遍布缝隙表层的土质本身就疏松脆弱，稳定性非常差，再加上近期持续降雨，大量雨水顺着山体裂缝渗入地下，彻底泡软了内部土层，土石之间的摩擦力大幅降低，山体受力平衡被打破，只要出现轻微重心偏移，整块崖壁就会瞬间失稳，大面积垮塌。还有一个极易被忽视的细节，山脚民居紧邻陡崖修建，早年人为削坡建房，彻底破坏了山体原始的自然平衡，相当于人为埋下了地质隐患，大幅提升了滑坡风险。重点提醒，住在山区坡地江边的朋友，这4大滑坡前兆一定要牢牢记住，发现立刻撤离。第一，崖壁持续掉落，碎石泥土，哪怕只有少量碎屑，也是山体崩塌的重要预警，千万不要忽视。第二，房屋墙面、地面莫名出现新的裂缝，且裂缝在不断变宽变长，说明山体正在持续位移。第三，山脚泉水突然变得浑浊，无故断流，或是莫名涌水、涨势异常，都是山体内部结构异动的信号。第四，山体深处传来沉闷的挤压断裂声响，家中家禽家畜躁动不安，四处乱跑，这是灾害来临的直观征兆。只要发现其中任意一种情况，不要犹豫，不要心存侥幸，第一时间撤离危险区域。分享一个关键救命知识点，绝大多数人关键时刻都会做错，滑坡发生的瞬间，绝对不要顺着山坡向上或者向下逃跑，土石坍塌下滑，如果实在来不及撤离，立刻抱紧粗壮的大树或坚硬巨石，低头护住头部，最大程度规避坠石伤害。滑坡暂时停止后，千万不要立刻折返回家拾取财物，经过雨水冲刷和外力扰动的山体已经完全松动，二次垮塌的概率极高。汛期降雨频繁，大雨过后一定要及时巡查屋后山体崖壁状况，社区和工作人员发布的撤离通知，务必第一时间积极配合执行。天灾看似猝不及防，但所有灾害来临前都会留下细微预警信号，多掌握一份避险知识，就多一份安全保障。对于这次彭水山体滑坡事故，你有什么看法？还知道哪些不为人知的避险细节？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看有好多的朋友在我的视频底下留言啊，说这样的地方就不应该建房子，就不应该在山底下生存。可是你别忘了呀，这个中国它是一个多山地的国家呀，它跟美国不同啊，美国基本上是一片无垠的大平原，山很少，而中国呢2/3之上都是山地，山地的那些人民，你不让他再沿江而建这个房屋，他就那点平地，那他去哪里生活？那都不现实。那只有什么呢？那只有住在山区的这些朋友们啊，一定要有这个灾害防控的意识，不行的话就赶紧的撤离。点订阅，咱们下期再聊。